大家好，首先祝大家国庆快乐。先跟大家提一个醒，这个视频应该会挺负面的。我其实一直在想，要不要录这个视频，一直挣扎了很久。因为我最近放假，最近又放假，放那个年假，所以有一点时间，我想，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这段时间来一直没有更新，更新的很慢。其实我这段时间休息了大概2个多月，我都没有去任何新的地方。在以前的我来说，根本是不可能的，我一定是跑了很多地方。跟大家讲一下，从头讲，因为也很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个人的一些事情。我觉得上次分享我个人的事情，可能比较私人的，还是在讲到来爱尔兰8年，然后想回国的理由。当时那个视频我就谈到了自己眼睛比较敏感，然后有去看过病，然后很不巧的是这一次又是因为我眼睛的问题，所以才造成了这一系列的没有更新，然后我一系列的自己心里也非常难受。是这样的，我从去年开始的话，我就感觉眼睛有点不舒服，然后我今年大概2月份的时候去做了，就测了一下视力，就换了眼镜，很正常。换完眼镜，我以为这个症状就会消失，然后换了眼镜以后，也没有消失。我又去换了一下，然后他把我眼睛的度数又增加了，然后当时那个时候的话，反正就越来越痛，眼睛越来越痛，我等于是远处我都聚焦不了，就觉得非常难过，然后弄得我头也很痛，整个感觉神经跟拉到了一样。然后我当时还用那个风油精在擦头，然后做这个颈部的按摩。然后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我当时因为拉到了筋，在这上面有一根筋，还有背后有一根筋，然后大家可以按摩这个背部，就是颈后部，就这样按，这样往旁边按。如果大家有这个症状的话，在眼睛后面的筋可以这样按，因为我是在那个 YouTube 上学的，然后真正的也把我按好了。我的 GP 把我送到了眼科急诊科，他看了一下，其实我眼睛什么问题都没有。他给我开了一些就是非常简单的药，然后我也用了，也一直没有好。后来我又去了 GP 的话，我找 GP 开了1个月的休息，因为我当时简直真是，因为整个眼睛非常的，你知道头也痛，然后眼睛也痛。根本就用不了眼睛，我心理压力也非常大。当时就叫GP 开了我1个月在家休假，然后在家休假的时候呢，我就整天躺在我的床上，然后什么都不做，非常痛苦，生不如死。等于是你用不了你的眼睛，因为我当时没有觉得是戴眼镜的问题，然后我一戴眼镜就有痛，因为我那副眼镜当时已经是第2副眼镜了。等于说我在想，也不太可能是眼镜的问题，应该是我眼睛的问题吧。我中间有去叫 GP， 因为我还想看医生，想问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什么。因为我不是急诊，这个也不算急诊，因为然后他就把我推到那个 Mater 的，等于是非急诊的眼科，然后那个眼科应该是3月还是4月去的吧，到现在10月1号，我还没有收到 Mater 一般眼科的看病信，等于是等那个 appointment 等了这么久，我简直已经崩溃了。然后我后来又去了医生，我去 GP。今年已经跑了应该3、4趟了，去 GP， 然后我说你给我开一封推荐信给到那个私人的眼科医生，等于是就自己花钱。我是5月份去的，然后我的那个时间他给我到的是7月底，这个时间我永远记得。这个就是我噩梦的开始，不知道是我好运的开始还是噩梦的开始。等于我去这个私人的眼科医生呢，他跟我看了一下我的眼镜，问了一下我的度数，他说你的度数太高了。我想哦，那我要去眼镜店再换一下度数。他还给了我一个类固醇的眼药水，叫 Maxidex。首先我就去那个眼镜店去再测了一下眼镜。那一次去已经是我第3次去了，第3次去测我的眼睛，然后确实度数放高了。我现在配的就是我的第3副眼镜，这副眼镜我到现在戴的都非常好，右眼配高了0.5度，左眼配高了0.75。我等于现在
想起来我都简直无语了。我不知道是我眼睛的度数有浮动，还是它的机器有问题，我简直无语了。我在想，难怪我当时看远处，等于是很远的感。为什么说我7月29号是第一次看私人医生的那个日子，我永远记得呢？因为，当时他给我开了那瓶眼药水，是不是？我当时就点了，因为我很兴奋，因为我知道类固醇的眼药水很管用，可能我点一下就好了，就会有奇迹发生。点了以后呢，当然没有奇迹发生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我当天晚上的话，整个睡不了觉。整个我是用冰毛巾敷在这边，我才勉强睡着，因为整个眼睛就是很不舒服，又不能算痒，就是那种刺，就是很难过。那天晚上真的很难过。然后我第二天，我想去药店买一些可以那种治红眼睛的，因为我知道有个药水叫 Brolini， 那个可以治红眼。去药店，然后他跟我讲，最好你要先去看医生。我想也对，也不能乱点，因为我已经乱点成了红眼。药店的人就跟我说，你打这个电话。我打那个电话以后，他跟我聊了很久，然后他说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你的居住的地点不是我们管辖的范围，你要打另外一个电话。然后呢，我打另外一个电话呢，当然呢就是没人接。当时因为是周末嘛，所以我也看不了医生，也不能去急诊。在爱尔兰周末生病，你就自己祈祷吧。很痛苦，我当时非常痛苦。其实类固醇的药水，你点一点，然后停一下也非常不好。但是我当时就立马决定不用了，因为非常严重。等到了第2天还是第3天，眼睛就那个红色就开始慢慢消失，大概1个月左右吧。8月底的时候，对，8月底我记得也挺清楚的。8月底，左边的眼睛红血丝消得差不多了。然后右边红血丝还有，我就觉得1个多月了，红血丝还没有消，觉得也挺那个的。当时眼睛还有痛，我就去了 GP， 又去了 GP， 然后 GP 又给我推到了急诊，然后急诊呢这一次呢他不看我。为什么不看我？他之前已经在5月份的时候已经看过我了，然后他就觉得我眼睛没有什么问题。当时他就叫我把我眼睛的照片拍给了他，然后把眼睛照片看给他，有红血丝，然后他又给我推了一个类固醇的药水，而且是在没有看我眼睛情况下。我当时非常犹豫。第2个眼药水是叫 Zofcort， 他本来是推一个叫 FML 的眼药水。我当时跟他讲，我上次那个Maxdex 的眼药水很强，我可能对类固醇的眼药水过敏，眼睛过敏，然后他才给我换成那个 Zofcort。然后那个 Zofcort 我当时犹豫了很久，他给我开了以后，也是给我开了大概1个星期，1天用3次。我上网查了很多资料，然后都是说这个是比较轻微的类固醇。我当时想了很久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当时红血丝还挺严重的，我在想要不要点。我查了，后来决定还是点吧。然后我把他的那个药剂放少，他叫我1天点3次，我前面点了3次，然后后面几天我点了1天点2次。点了以后，我当时，右眼的血丝掉了一点，然后其他地方又有出现了血丝。医生跟我讲，就说就停用，把我推到那个就是一般的眼科去再看。当然到现在还是在等。大家一定要慎用类固醇的眼药水。真的是要慎用。如果你身体能够自我康复的话，尽量让它自我康复。我每天早上起来就像摸彩券一样，有的时候眼睛是红的，有的时候眼睛是不红。前段时间有自费又去 BlackRock 看了私人医生，然后他跟我检查，他是说我的那个眼睛的油腺全部，特别是我右眼都被堵住了，是非常严重的干眼症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就几年前我一直在打哈欠，我当时觉得我为什么会一直打哈欠？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打哈欠的时候，你的眼睛会分泌出泪水。我现在才明白，我当时为什么
就是老是打哈欠，我睡得很足，一天睡10个小时也打哈欠，是因为我身体的自我调节功能想让我的眼睛多一点泪水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有经历过干眼症，或者是有干眼症。其实干眼症轻的还好，点点眼药水，然后重的话，像我这样的话是非常生不如死，非常难受的。怎么样？因为我每次眼睛，而且我的症状非常奇怪。好消息是我看了这么多医生都说我眼睛没有问题，这是非常好的消息。坏消息是，当我说我眼睛后面痛，我眼睛后面会痛，有的时候会左眼，有的时候是会右眼，就是非常的不舒服。医生也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医生检查都看不出什么毛病。我其实一直在非常保护我的眼睛，你像我吃鱼油啊，吃保护眼睛的维他命啊，我都一直吃，但是就觉得感觉一直没有好，而且有一点点越来越糟糕的情况，特别是在看电脑的时候，所以我这段时间就心情非常抑郁。我另外一个医生叫我推荐叫 Flaxseed， 应该是亚麻籽油，我这段时间准备去买试一试看，因为也是补充那个 Omega 3。还有我其实每天吃的都非常健康，西红柿、胡萝卜，然后蓝莓，然后还有柠檬汁，就是还有那个叫什么甜番薯，就是补充维生素 A 还有 C， 就是对眼睛有好处的，我基本上都会每天补充，真的是每天补充，但是就觉得很无能为力。我其实有去上网查，它有一种治疗是叫 IPL， 还有一个是叫 LipiFlow， 等于是用机器去帮你，一个是激光，还有一个是加热，让你的泪腺和那个泪腺和这个油腺把它变通畅。然后都柏林的那一个8个月，要等8个月，我去找科克的一个要等8个月。等于在爱尔兰的话，医疗系统真的是非常没有效率，是真的是，我真的有一段时间，我真的想回国去看病，机票太贵了，还是忍下来了。等于是在这边真的是要自己保重好身体，大家在爱尔兰待的小伙伴们一定要自己注意好自己的身体，多吃蔬菜水果。在这边生病真的是很难，尤其是生大病非常难。像我这种医生也检查不出什么毛病的病更难。可能大家觉得镜头都是这么美好，就去那里玩，去这里玩，去这里吃，去这里喝。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非常难的一面，所以我到现在还有就是胸很痛，就是可能焦虑吧，然后肚子也很痛，就觉得你一病的话什么都来了。另外我还要非常感谢我的一个朋友，因为在我非常崩溃的时候，我打电话给他，情绪非常崩溃，然后他说啊要不要过来陪你啊之类的，我非常感谢他。没什么，因为我前几天看那个脱口秀大会还是挺好看的，里面有一个人是他心脏有问题，然后是有一个电动的心脏，还有一个是盲人，所以我觉得我眼睛也没有瞎，我已经比很多人拥有的更多了，所以我现在也在慢慢的调节自己。最后问一下大家，如果大家有干眼症的话，吃什么比较好？因为我已经该吃的我已经都吃了。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跟我讲一下？干眼症就是怎样去保养？然后我每天还用热水敷，等于就觉得没有什么效果，就是真的是很无能为力。希望大家在生活中都保持坚强，因为生活很辛苦，特别是生病的时候，然后真的是很负面的一个视频。
希望想想开心的，想想开心的是不知道我下一个地点去哪里玩，去哪里旅游。好了，一点生活的小更新，就这样，下次见。